大家好，新系列来喽！接下来我会尝试做合集系列，因为我发现后台给的数据，大多数观众都在电视上观看，所以我认为影片长度必须足够长。有任何建议可以到下面留言。废话不多说，记得订阅加点赞，我们开始吧。入门即腕表。今天我们又来聊聊腕表这个话题。很多人都认为买表是有钱人的爱好，但其实有些经典腕表并不需要花费巨资。今天我给大家推荐10款入门级腕表，无论你的预算有多有限，都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经典表款。这些腕表不仅价格亲民，还兼具设计感与实用性，绝对是你开启腕表之旅的好选择。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开始吧。第10名，卡西欧 F91W。好了，各位，今天的排名就从最接地气的卡西欧 F91W 开始。这只表可以说是腕表界的乡民代表，售价只要19美元，真的比一份鸡排套餐还便宜。但你可别小看它，虽然便宜，它可是有够耐操、够经典，甚至还有个外号叫间谍手表，因为听说某些特殊行业也很爱它。这只表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够轻、够薄、够实用。你带着它去爬山、跑步、潜水，潜水可能还是算了，它防水功能只能应付日常洗手了。不过话说回来，洗手还能防水，你说这价格还能要求啥？另外，它的闹钟功能是无数学生党的救命恩物。小时候，多少人靠它准时赶校车、交作业？现在再看着这只表，满满都是青春的回忆啊！而且 F91W 的造型一看就是简约风，有种贫穷又不失风度的气质。无论你是喜欢怀旧风，还是预算超有限，它都可以是你的第一只表。卡西欧 F91W 就像隔壁阿妈的小卖部，便宜、实在又怀旧，是我们腕表入门路上的好伙伴。话说回来，你也买一只试试，看它陪你能走过多少日子吧。第9名 Swatch Original Gent 系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9名，这可是充满时尚感又有点叛逆的角色 Swatch Original Gent 系列，售价大约75美元，买一只根本不会让你心痛，甚至会让你上瘾，因为它的款式多到让人想全包回家。 Swatch 是啥？就是小时候你可能在百货公司的柜上看到一堆颜色鲜艳到这让人以为是糖果的那种手表。 Original Gent 系列是 Swatch 的经典之作，塑胶表壳轻到像没戴表一样，但配色和设计却能瞬间把你变成潮流咖。无论你今天穿着衬衫打领带，还是随便一件短裤拖鞋，这表都能帮你画龙点睛，变身有品味的随性人士。而且它的重点不是功能，而是个性。 Swatch 表是用来表达我就是不跟别人一样的利器，它像一个行走的画布，你可以选花俏、选简约、选复古，反正每一款都在告诉世界，看吧，我超有生活情调。讲到耐用性， Swatch 虽然不像 G-Shock 那么耐操，但日常佩戴绝对没问题。要说缺点嘛，就是表带是塑胶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有点年纪的痕迹，但你可以随时换一只新的，反正这么便宜，谁在意？第8名 Timex Weekender。 接下来轮到第8名，登场的是超级适合周末魂的腕表代表 Timex Weekender， 售价只要50美元。这只表几乎可以算是周末懒人必备神器了。 Weekender 的设计主打一个字：轻松。它的表盘干净到像一张白纸，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加上3根指针，怎么看怎么舒服。再加上一条尼龙表带，颜色花样随你换。今天想当文青就选素色，明天想当潮人就换彩条，每次带出门都能有种这次我是新表的错觉。最棒的是它的夜光功能， Timex 独家的 Indiglow 背光设计，轻轻一按，整个表盘都会亮起来。晚上去夜市唱 KTV 或者躲在房间看剧，这表都能陪你熬夜，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当然 Weekender 并不是那种高科技全功能表，但它的精髓在于简单直接，没多余的按键，没有复杂的花样，就是一只告诉你时间，陪你过好周末的小伙伴。对了，这表的滴答声有点明显，有人觉得治愈，也有人觉得它在提醒你时间宝贵，各取所需啦。Timex Weekender 就像一杯手摇茶，便宜好喝又百搭。如果你想要一只轻松愉快又能衬托个性的表，它绝对是你的周末首选。第7名，精工 SNK805。到了第7名，我们迎来了一款高性价比机械入门表，精工 SNK805，价格大约90美元。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平价也能玩机械，文青也能带点硬汉味。SNK805 是军表风设计，绿色表盘搭配绿色尼龙表带，第一眼看过去就是一股野外生存专家的气质。你带着它，不用去当兵，也能有种仿佛刚从丛林冒险回来的感觉，简直是文艺青年的硬核装备。它的表盘布局清晰易读，小时刻度、分钟刻度，甚至还有24小时制，怎么看都一目了然。表背是透明设计，可以看到机芯的运行，那齿轮转动的画面，让每个机械表初学者都能体会机械之美。不夸张地说，盯着它看，你能发呆一整个下午。再来说说性能 ，SNK805 搭载的是精工自家的 7S26 自动上链机芯，虽然不能手动上链，但只要你每天正常活动，它就会自我充电，懒人最爱。不过这机芯有个小毛病，时间误差可能会有些大，但你买它就是图个情怀和体验，别太计较精准度了。精工 SNK805 就像登山鞋，实用耐看，还自带探险气质。如果你预算有限，又想感受机械表的魅力，这款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入坑神器。第6名，东方 Bambino。 进入第6名，让我们来看一款既优雅又实惠的经典之作——东方 Bambino， 价格大约110美元。这一只表能让你以平民价格拥有一块正装机械表，简直是便宜有品位的典范。Bambino 系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传统的正装表，圆润的表盘、简洁的时标，加上精致的弧形玻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低调的奢华。戴上它，你根本不用去奢华酒店，也能让自己感觉像个上得了台面的绅士。无论是商务洽谈还是正式宴会，它都能帮你增添不少气场。此外 Bambino 的机芯采用了东方自家的自动上链机芯，不仅具备高性价比，机械质感也相当十足。虽然它的机芯并不是最高端的那种，但搭配上这款简约优雅的外观，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装饰，光这块表就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再说说表带 ，Bambino 配有真皮表带，柔软舒适，穿戴感非常好。如果你是戴表3天就换新表带的消费者，放心，这款表带的耐用性也不容小觑。第5名 ，Citizen EcoDrive BM8180。进入第5名，我们迎来了性价比超高的环保之选 ，Citizen EcoDrive BM8180，价格大约120美元。这款腕表不仅兼具时尚与实用，还能让你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力，简直是环保先锋与腕表达人的完美结合。首先，什么是 EcoDrive 呢？简单来说，它是 Citizen 独家的太阳能技术，无需更换电池，只要有阳光照射，它就能自动充电。这意味着你不仅能省下一笔电池更换的费用，还能对环保出一份微薄的贡献。佩戴它也能有种环保英雄的感觉。BM8180 的外观设计很有军表风格，深绿色表盘搭配黑色表带，既简约又耐看，完全可以从办公室一直带到户外探险。它的表盘清晰易读，不管是白天的光线还是夜晚的昏暗，时间都能一目了然。喜欢旅行、户外运动的人简直不能错过它。而且 BM8180 不仅外形耐看，它的耐用性也相当强，采用不锈钢表壳和皮革表带，适合日常佩戴。你穿着它去跑步、徒步或者攀岩，它都能稳稳陪伴着你。放心，绝对不会轻易出问题。Citizen EcoDrive BM8180 就像是一台无声的环保机器，既能给你精准的时间，又能帮你做点小小的环保贡献。价格亲民，功能强大，是你兼顾生活与地球的最佳选择。第4名，汉密尔顿 Khaki Field Mechanical。接下来轮到第4名，这款表是很多军表迷的心头好。汉密尔顿 Khaki Field Mechanical， 价格大约400美元。虽然比前面几款稍微贵一点，但你花这笔钱换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手表，更是一种有故事感的腕表。首先 Khaki Field 系列的灵感来自军事，用的是经典的军表设计，超简洁的表盘，白色表盘搭配黑色数字，显示清晰，10分秒分明。而且它的38毫米表径大小适合各种手腕，不管你是大汉还是小巧型，都能轻松驾驭。再加上那条绿色帆布表带，戴在手上就有种随时可以背上背包出征沙漠的感觉。Khaki Field Mechanical 采用的是手动上链机芯，不像自动表一样可以通过佩戴来充能，反而让它更具仪式感。每次给它上链，你都会感觉到时间在自己掌握的那种美妙。喜欢机械表的朋友都会爱上这种亲力亲为的操作。
而且别小看它的军事气质，虽然它看起来简单粗犷，但其实质量非常高，用的是不锈钢表壳，耐刮耐摔，适合各种极限环境。当然，你也不必担心它会过于粗犷，戴上它完全可以配衬正装或者休闲装，绝对不会让你看起来像是刚从战场回来。汉密尔顿 Khaki Field Mechanical 就像是一部经典的军事电影，简单、硬朗、耐看，不仅能告诉你时间，还能让你感受到我能打败一切困难的气势。第3名 Tissot PRX 10英款。到了第3名，来看看这款时尚与功能并重的经典 Tissot PRX 10英款，价格大约300美元。它不仅是腕表界的时尚先锋，也是你入门瑞士表的绝佳选择。Tissot PRX 10英款设计上融合了复古与现代的元素，尤其是它的8字形表壳，完美展现了1970年代经典腕表的设计风格。无论你是在办公室、日常聚会还是晚宴上，戴上 PRX 都能瞬间提升你的气质，简直是低调奢华的代表作。这款表的表盘设计简洁大方，金属质感表带与不锈钢表壳的结合，使它既耐用又非常适合搭配各种穿搭。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10英机芯，精准又省心，不需要担心走势不准的问题，几乎零维护。每次看它跳动的秒针，都让你感受到瑞士表的精密与完美。虽然 PRX 是10英款，但它的外观却并不10英，表面光滑，线条流畅，简直是腕表中的时尚锤儿。而且价格也不贵，绝对是那些想要尝试瑞士腕表又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的最佳选择。第2名，美度 Barancelli 3。接下来的第2名就是一款让你一戴上就能立马提升气质的美丽腕表，美度 Barancelli 3，价格大约600美元。它是一款绝对适合追求高雅、低调奢华的朋友的腕表。Barancelli 3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意大利的经典建筑，表盘线条优雅流畅，搭配精致的罗马数字时标，散发出一股古典的艺术氛围。无论是商务场合、正式宴会，还是日常穿搭，它都能轻松搭配，让你在人群中独具一格，瞬间展现不一样的品味。这款表采用的是自动机械机芯，拥有非常精致的工艺，机芯的精密度让人赞叹。细看表盘，你可以看到那个精美的时针与分针，仿佛每1秒钟都在提醒你，时间就是艺术。再加上它的透视表背设计，你可以清楚看到机芯的运转，那种每转一圈的动感，简直是内外兼修的典范。当然，美度的品质也是无可挑剔的。不锈钢表壳和皮革表带的搭配，不仅保证了佩戴的舒适性，也让这款腕表更加耐用。不管你是拿来做日常佩戴还是收藏，都非常合适。美度 Barancelli 3就像是一瓶陈年红酒，外观优雅又经典。佩戴它不仅能提升你的气质，还能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自信满满，是你追求精致生活的理想之选。第1名，浪琴 Conquest VHP。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第1名，这款腕表简直是精准与优雅的完美结合。浪琴 Conquest VHP， 价格大约900美元。这款表不仅能让你在商务场合中赢得尊重，更因为它的超高精准度而获得腕表界的黑科技称号。Conquest VHP 的设计非常现代，简洁大方的表盘配合强烈的金属感，给人一种稳重中带着一丝不拘一格的气质。表盘的每个细节都透露出精致和高端，简直就像是高级定制的精美艺术品。不管你是正式场合还是休闲约会，戴上它都能彰显你与众不同的品味。这款腕表的最大亮点就是它的 VHP 的全名是 Very High Precision，中文也就是高精度技术，使用了浪琴的先进10英机芯，精准度高达每年只误差5秒。这不仅是10英表的巅峰水平，更让它成为了想要精准计时但又不想麻烦机械表的完美选择。你不用担心因为走时不准而错过重要的会议或者约会，浪琴 Conquest VHP 会准确到让你心安。而且它的设计也是为运动而生，防水深度达到了50米，完全能应对日常洗手、游泳等情况，适合忙碌的现代人。它的钢铁表壳与表带也非常耐用，佩戴起来舒适又稳固，几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保养。浪琴 Conquest VHP 就像是一款高性能的跑车，外观优雅且精准无比，适合那些既追求精准又不想牺牲美感的腕表爱好者。想要将精准与高雅融为一体，它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最佳选择。好了，今天我们盘点了10款入门级腕表，
从实用到时尚，从经典到现代，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故事。无论你的预算是多少，总有一款腕表能陪伴你走过日常的每一刻，让你不仅看时间，还能感受到佩戴它时的那份自信和风格。希望你从今天的榜单中找到了心仪的那一款，带上它，开始你的腕表之旅吧。毕竟时间在走，而你正在用这些腕表记录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瞬间。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股市下跌的名表。Hello， 各位表迷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2024年股市表现和腕表品牌的关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买股票，但对钟表有兴趣的人绝对会好奇哪家品牌股价表现比较应景。今天就用幽默轻松的方式，从第10名到第1名，看看去年2024年股价下跌最少到最多的腕表品牌，顺便了解这些品牌在市场上的抗跌能力。第10名，劳力士。讲到劳力士，这牌子就一个字，稳。从绿水鬼到熊猫迪，它在钟表界的地位完全是王者，连在股市里都一样硬得吓人。你说今年股市风风雨雨？对不起，人家就是风雨无阻豪士壳，稳到连巴菲特都想多看2眼。2024年，劳力士股价从年初的21600美金，小幅滑到20500美金，跌了不到2%，让其他品牌看了都想叹气。这叫跌？拜托给我们留点面子。老实说，这表现连定存户都羡慕，手上的劳力士股票根本是拿来当避险神器的。劳力士为什么这么强？第一，品牌形象无懈可击，谁不想带着劳力士上班开会，下班夜市喝啤酒？第二，它的二手市场超火爆，你买一只表，不管戴多久，转手价格还是高的让人想哭。这波逻辑也反映在股市上，跌可以啊，但我跌得少就是一种傲娇。更扯的是，不管大环境怎么变，老粉们的忠诚度简直像买奶茶只喝某个品牌一样坚定。买不到表，那就买股票吧，毕竟股票门槛稍微低一点，能参与到劳力士这传奇品牌，感觉也能跟朋友炫耀个3天3夜。所以啦，今年劳力士在股市的表现完全符合它在钟表界的调性，跌幅小到像没跌一样，稳得连地震来了都岿然不动。要说劳力士的股价表现是钟表界的珍珠奶茶，那真的是毫无夸张，超稳超热卖，谁说不是呢？第9名，欧米茄。欧米茄这个品牌啊，听到名字是不是就觉得有一种贵气又接地气的感觉？没错，作为 NASA 登月任务的御用腕表，欧米茄的招牌可是闪闪发亮。别说在手表界，连股市表现都跟登月一样，飞得比别人稳。今年欧米茄的股价从年初的9200美金轻轻滑到9000美金，跌幅才3.5%，跟那些腰斩的品牌比起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这幅度甚至让表迷怀疑，是不是它的超霸系列加持了股价？登过月的表牌，连在股市都自带宇宙护盾。讲到欧米茄的稳，不能不提它的经典款海马系列和超霸系列，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市场基本盘稳到吓人，股民们看到这品牌可能就想，买表就是要买这种实在的，跌幅少，行情好，买了心也不会痛。更幽默的是，有表迷开玩笑说，欧米茄的股价走势就像月球表的计时功能一样精准。拜托，连时间都帮你量到宇宙了，股市这种地球上的小风波，怎么可能难得倒欧米茄？所以欧米茄今年的表现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轻松应对市场风雨，像月球漫步一样优雅，不疾不徐地滑了个3.5%，但依然站稳高端表品牌的台柱地位。要是手上有欧米茄的股票，别太担心，继续抱着，说不定它明年又能飞回太空了。第8名，百达翡丽。说到百达翡丽，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贵。然后就是那句经典广告词：没有人能真正拥有百达翡丽，只是为下一代保管。今年股市表现果然印证了这句话，虽然跌了5%，但看起来更像是在帮下一代整理投资的基本盘，优雅又从容。百达翡丽的股价从年初的199600美金，微跌到188800美金，这5%的跌幅，连股民都觉得，嘿，这算什么？这叫限量版的下跌，超有质感好吗？毕竟人家是钟表界的豪门贵族，买它的人不只是买表，更是在买一种生活态度。它之所以能跌得这么有品，归功于那些永恒经典的作品，
比如 Nautilus 和 Calatrava 系列，连手表界的后浪都抢着要。你说这些表值不值钱？别说市场了，二手行情都快高过原价，抢都抢不到。这样强劲的需求，直接为它的股价撑起了一把华丽的保护伞。不过，百达翡丽的跌幅也算给市场一个友善提醒，再贵的东西也会有波动，只是这波动跟其他品牌比起来，简直像是贵族在花园里散步，淡定优雅的不得了。有趣的是，很多持有百达翡丽股票的股民，其实心态超佛系。他们说，这不是投资，这是收藏。听起来就是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但确实，拥有百达翡丽的股票和表，都能让人感觉自带光环。百达翡丽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从容大气。跌得很贵族，跌得很有品。要是你今年在股市里拥有百达翡丽，那恭喜你，不止在为下一代保管表，还顺便保管了一份优雅的财富。第7名，积家。积家，这个被称为表中工程师的品牌，不管是在钟表界还是股市里，总是显得格外低调又有内涵。今年它的股价从年初的14900美金调整到14100美金，跌幅大概7%。虽然数字看起来有点心酸，但比起那些跳水冠军，它的表现已经算是精工细作的抗跌范例了。讲到积家，谁不立刻想到 Reversal 翻转表？人家可是用来打马球的表啊！这款表的机芯和外壳都能承受撞击，连在股市也差不多是这种概念。跌归跌，但绝对不会翻车。不止翻表盘，这股价走势都透露出他那种工程师的精密态度，慢慢下，稳稳来。再来是积家的粉丝群体，这群人绝对是低调又懂品味的隐形有钱人。他们不像劳力士或欧米茄粉那样高调，而是默默爱表，默默买股票。跌了没关系，他们说得很坦然。积家这种品牌买了就是一种信仰，涨跌都是收藏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心态讲真的稳到像禅修。积家今年的跌幅还有一个有趣的解读，有人说这是市场在修正它的谦逊，因为它明明是一个顶级品牌，但总是低调到让人忘记它的存在，所以这波小跌说不定反而提醒了更多人。别忘了积家这个大师级品牌。积家的股市表现就像它的制表技术，精细又稳重。虽然跌了7%，但依然充满质感，就像它的腕表一样，越看越有味道。要是你手上有积家的股票，不用太慌，毕竟积家是那种能把跌也变成艺术的品牌啊。第6名，万国表。讲到万国表，喜欢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就是绅士型男的代表。它的飞行员表和葡萄牙系列是那种既优雅又阳刚的存在。至于今年股市表现嘛，万国表就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虽然有点乱流，但整体还算稳当。股价从年初的10900美金降到1万美金，跌幅大概8.5%。虽然这个跌幅比前几名稍微多了一点，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万国表在市场里属于沉稳型飞行员，偶尔遇到风切，但不会直接坠机。特别是它的飞行员系列，感觉就是在说，放心，我还是能带你安全着陆的。其实万国表能保持这个水准，还得感谢它的经典设计。葡萄牙计时表那种干净的表盘，飞行员系列那种军用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可靠又专业。不管股价怎么动荡，它的品牌忠实粉丝可是超稳。好笑的是，万国表的股民心态也很像它的表迷，理性中带点小热血。他们大概会说，股票涨跌都是过程，重点是长远的价值。毕竟这种品牌不光是买来戴的，更是一种生活哲学。你买的是一只表，附赠的是一种绅士飞行员般的潇洒态度。虽然万国今年跌了8.5%，但谁会怀疑它的潜力？就像它的飞行员系列表一样，飞得稳，飞得高，偶尔降个高度，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重新起飞。要是你持有万国表的股票，大可以安心等它下一次冲上云霄了。第5名，沛纳海。沛纳海这个意大利血统的硬汉品牌，一向以大块头和阳刚风著称。无论是经典的 Luminar 系列，还是 Submersible 潜水系列，都是那种一戴上手就让人感觉要去潜水或探险的表。今年股市表现嘛，确实有点像它的潜水表，下潜的稍微深了一些。股价从年初的5000美金滑落到4500美金，跌幅刚好10%，可谓精准潜水。
沛纳海的这波跌幅其实并不意外，一来是因为近年来市场对大表盘的需求稍微降温，二来沛纳海的粉丝虽然忠诚，但新生代买家的口味似乎更偏向一些更轻巧的设计。不过老粉们怎么看？当然是沛纳海就是沛纳海，经典从不退潮，跌幅只是暂时的深浅，早晚会浮上水面。特别是那些铁杆粉丝，简直对沛纳海爱得死心塌地。你去问他们，股价跌了怎么办？他们一定会说，这哪叫跌，这叫海底捡珍珠的机会，赶紧趁低入手一波，未来潜力无限。这心态跟戴沛纳海表的人一样豪爽又自信。还有，沛纳海股价表现其实也很符合它品牌调性，就算钱下去了，依然保持硬朗风采。毕竟这可是个连表壳和夜光涂层都经得起深海压测的品牌，在股市里，它可能只是换个姿势，用经典的意式风格慢慢调整自己，准备重新出发。总结一下，沛纳海今年在股市的表现就像它的潜水表，虽然潜得有点深，但依旧充满力量和韧性。喜欢沛纳海的人从来不怕跌，因为他们知道这品牌就像深海里的潜艇，总有机会重回阳光下的那一天。第4名，豪雅表。讲到豪雅表，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赛车、速度、年轻人的选择。从 F1 赛车到摩纳哥系列，它一直是个充满活力又运动感十足的品牌。然而今年在股市的表现嘛，豪雅好像踩了一脚急刹车，股价从年初的$2500跌到$2200，跌幅12%，有点像赛车失控甩尾，不过还没撞墙。其实这波下跌不完全是坏事，更多是豪雅努力转型的一部分。近年来，豪雅大力推广智能手表和合作款，比如跟 Porsche 保时捷的联名系列，虽然很酷，但可能对传统表迷的胃口不太对。股价的波动，也许就是市场对它创新和传统之间的拉扯做出的反馈。豪雅的粉丝群体则显得相当乐观，他们会说，跌了12%，才刚热身而已。豪雅可是赛车界的钟表，偶尔转个弯也是正常了。而且很多年轻股民还觉得，这跌幅反而是平民品牌的诚意表现。对比那些动辄上万美金的高端腕表，豪雅的亲民价格确实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这场竞速游戏。不得不提的是，豪雅在年轻市场的表现依然很强势，像卡莱拉 Carrera 和摩纳哥 Monaco 系列持续吸引着对赛车文化情有独钟的人。虽然股价调整了一点，但从长远看，这种坚持运动精神的品牌战略说不定能帮助它在未来再加速冲刺。总结来说，豪雅今年的表现就像它的赛车表一样，经历了一点颠簸和急弯，但依旧保持着速度和热情。12%的跌幅或许只是暂时的休整，等它调好档位，随时都有可能来个漂亮的加速超车。对于那些相信豪雅精神的股东们，不妨再等一等，看它如何在赛道上重拾风采吧。第3名，宝珀。宝珀这个以经典优雅和制表艺术闻名的品牌，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钟表品牌。听到这头衔，是不是觉得贵气逼人？确实，宝珀一直走的是高端路线，尤其是50巡 50 Fathoms 系列，直接把潜水表拉到奢华的境界。然而今年它在股市的表现嘛，就像深潜的潜水员，股价从年初的$2万一路滑到$17200，跌幅14%，潜得有点深了。宝珀的股价下跌其实反映了高端市场的一些变化。近几年奢侈品消费稍有疲软，特别是年轻一代似乎更倾向于性价比高或现代感强的品牌，而宝珀这种艺术级制表风格难免有点吃亏。说白了，就是年轻人可能还没准备好花这么多钱去品味时间的艺术。不过宝珀的铁杆粉丝可不会因此动摇，他们可是有一种贵族式信念。宝珀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品牌历史，更在于它每一块表都像艺术品一样独一无二。这波股价的下跌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打折一样的惊喜。这么好的品牌，跌一点就是捡漏的机会啊！再看宝珀的表迷心态，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宝珀本来就不是给所有人买的，它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和态度，懂的人自然懂。这种高冷的品牌气质完全呼应了它的市场定位，即使跌了14%，还是保持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优雅。总结一下，宝珀今年的股市表现虽然像50巡潜水表一样潜得有点深，但依然散发着那种无法被复制的艺术气息。
对于那些真正懂宝珀价值的投资者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次短暂的深潜，未来总有机会再浮上来，让市场重新感受到它的经典魅力。第2名，爱彼。爱彼这个以皇家橡树 Royal Oak 闻名于世的顶级腕表品牌，曾是高端市场的流量密码。无论是名人万间还是投资清单，爱彼都扮演着一个炫酷又稀有的角色。然而2024年在股市上的表现，爱彼却有点像皇家橡树沉入了风暴中的大海，股价从年初的8万美金跌到67200美金，跌幅高达16%。爱彼的下跌并不完全让人意外，这几年皇家橡树系列的火爆，让市场上炒货的现象十分严重，价格一度被推得过高。2024年，随着市场调整，那些过度膨胀的价值泡沫也终于破裂，结果就是爱彼的股价回归了理性。但这个过程难免让不少投资者感到一阵心疼。不过，爱彼的品牌实力可不是一般货色。皇家橡树本来就是一个颠覆传统的系列，从设计到历史地位都是腕表界的传奇教科书，所以这波股价下跌更像是市场给爱彼一个冷静期，等它调整好之后，继续凭借自身的高端定位站稳脚跟。而爱彼的忠实粉丝们完全不被这种波动影响，他们会说，爱彼这种品牌，你买的不是表，是艺术，是身份，是历史，跌个16%算什么？长线来看，它还是表界的王者。听听看，是不是一种皇家橡树树深根不怕风吹的底气？总结一下，爱彼今年的股市表现就像它的表一样，风格鲜明，但起伏较大。16%的跌幅虽然看起来有点疼，但对于那些真正懂它的投资者来说，这只是爱彼在顶级腕表市场的一次深呼吸，未来依然有机会继续引领潮流，站在顶峰。第1名，理查德米勒。如果有一个腕表品牌能够用浮夸来形容，那绝对非理查德米勒莫属。这个品牌以超轻的材质、超复杂的机芯设计以及超吓人的价格闻名全球，堪称手腕上的法拉利。但2024年的股市表现嘛，理查德米勒却有点像跑车在赛道上翻车了，股价从年初的25万美金跌到20万美金，跌幅整整20%，直接冲上跌幅榜的冠军宝座。理查德米勒的下跌原因其实不难理解，首先，这个品牌的定价本来就高得离谱，是属于有钱人的玩具。随着全球经济环境波动，高端消费市场出现疲软，一些非刚需奢侈品自然首当其冲。而理查德米勒这种动辄几十万美金的手表，也就成了被冷落的目标。其次，他那限量饥饿营销的策略也让市场泡沫过于膨胀。以前大家为了炫耀和稀缺性抢着入手，但今年市场情绪一旦冷却，泡沫破裂的速度也是惊人，股价掉得这么狠，算是给理查德米勒的粉丝们泼了一盆冷水。原来连米勒也会跌，当然，理查德米勒的表迷们却相当乐观，他们依然坚持，米勒不只是表，而是一种态度。特别是那些顶级限量款，比如 RM27 系列的网球表和 RM50 的陀飞轮计时表，依然是腕表界的明星选手。不管市场如何波动，依旧光芒四射。而且，理查德米勒向来以独树一帜闻名，他的设计语言和定位非常明确，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这次的下跌或许只是一次短暂的车速调节，等市场恢复热情，他很可能会以更强势的姿态重回高点。总结来说，理查德米勒今年以20%的跌幅荣登股价跌幅榜冠军，确实有点惨烈，但他的品牌气场依然强大。对于那些忠实粉丝和投资者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重新审视品牌价值的机会。毕竟，像米勒这种表界法拉利，偶尔翻个车也是跑车文化的一部分吗？总结一下，去年腕表品牌的股市表现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跌得轻，有的跌得心惊胆跳。但不管如何，喜欢表的我们还是继续欣赏这些品牌的工艺和设计。股市嘛，有涨就有跌，未来还有机会。喜欢这次的股市分析吗？在留言区告诉我，哪一个品牌是你心目中的抗跌之王？别忘了按赞订阅支持一波，我们下期见。最有收藏价值的名表。哈喽大家，今天我们来聊聊2025年10大最有投资价值的腕表推荐。看完这集，保准让你以后和朋友喝咖啡时多点内容可以吹牛。准备好了吗？记得订阅。那我们开始吧。
第10名，卡西欧 Casio Duro MDV 106。讲到卡西欧，大家的第一反应绝对是便宜又耐操，对吧？这只 Casio Duro MDV 106可是便宜腕表界的门面担当，价格只要70美金。你没听错，就一个便当钱的价位，连喝2杯真奶外加一顿热炒都还能找钱的程度。别看它便宜，人家的规格可是满满诚意。这只表有经典的潜水表设计，黑色表盘夜光指针，再配上大大的旋转表圈，一眼看过去完全不输给几百块的潜水表，关键是还超耐用，外观就很有那种买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气质。而且你知道它的防水功能到什么程度吗？整整200米，不是随便讲讲的那种哦，你要真带着它去海边玩水、浮潜，甚至装逼，它通通 OK。最后要说的是，这只表还有个有趣的绰号叫平民水鬼。虽然它没法跟劳力士水鬼比身价，但你带着它出门，路人可不会盯着你的手腕问价钱，反而会夸你眼光好，懂得低调奢华有内涵。所以啊，如果你预算有限，又想要一只物超所值的腕表，这只 Casio Duro MDV 106就是你2025年投资的最佳入门选择。拿着它，保证朋友聚会时聊到腕表话题，你也能轻松插上几句。哎，这表才70美金，性能超强的，买到赚到啦！第9名，天美时 Timex Marlin Automatic。接下来要介绍的第9名可以说是平价腕表中的文青代表 Timex Marlin Automatic， 它的价格也相当亲民，250美金，在腕表投资界里算是小资级别。但别小看它，这只表的身世背景和魅力可是有够有故事的。首先，这只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复古设计。Marlin 系列源自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可是讲究精致优雅的黄金年代。Timex 把这个经典设计重新带回现代，圆润的小表壳搭配简单的刻度，还有那微微拱起的玻璃表镜，看起来就像你从爷爷的抽屉里翻出来的怀旧宝物，但实际上它是全新款，而且它用的是自动机械机芯，戴在手上不用电池，光是靠你每天走路挥手就能上链。再来就是它的尺寸问题，这只表表径只有40毫米，对于喜欢小巧低调风格的人来说，真的是完美的选择。它的设计没有过多的花俏，戴上后就像在跟别人低声说：“哎，我很懂表哦，但我不炫耀。”为什么它值得投资？首先 ，Timex 品牌近年来重新崛起，这款 Marlin 更是重新定义了平价腕表的时尚地位。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机械表就是从这款开始的。它不仅颜值高、价格低，而且保值性也不错，在二手市场上依然有一定需求。最后，用一句话总结这只表的投资价值：250美金买到一只有复古味又兼具实用性的机械表。朋友看了都会问你在哪里买的。想要从平价腕表进阶的朋友，这只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第8名，汉密尔顿 Hamilton Khaki Field Mechanical。再来要聊聊第8名，这只表是经典中的经典，被誉为军表之王的汉密尔顿 Khaki Field Mechanical， 价格约在500美金。你可能会想，500块不便宜耶。但等你听完它的来头，就会觉得这个价位绝对值得。首先，汉密尔顿的军表历史可是杠杠的。二战时，汉密尔顿可是美国军队的御用表商，战士们手上戴的很多都是他家的表。所以，这只表不仅是一只机械腕表，它还承载着一段历史啊！而且现在的 Khaki Field Mechanical 就是从军用表的设计中继承下来的，简约又实用。表盘上的阿拉伯数字时标清晰好读，怎么看都很有硬派风格。它的表壳是38毫米，小巧却充满力量感，适合各种手腕大小的人佩戴。而且这表的厚度只有9.5毫米，戴起来非常轻便，不会让你觉得手腕上像挂了个铁块。再加上它的经典手动上链机芯，买这只表还得自己每天转动表关上发条，才有一种表是你养活的感觉。要不是爱表的人，谁会懂这种小确幸？重点是这只表搭配的尼龙表带不止舒适，还超实用。你下雨天戴、去露营戴，甚至掉进泥坑里戴，它都能照样运作。
它简直就是专为热爱冒险的人设计的。这只表还很百搭，你可以轻松驾驭各种穿搭风格，无论是穿衬衫打领带，还是 T 恤加牛仔裤，它都能让你看起来像个电影主角。像《星际穿越》里也有汉密尔顿的身影。为什么它值得投资？简单啊，汉密尔顿品牌在军表界有强大的历史支撑，这种经典设计永不过时，二手市场上的流通性也很高。买它不仅是买一块表，也是买一段悠久历史和传承，甚至可以留给下一代，继续传递手动上链的乐趣。所以啊，$500买这只 Khaki Field Mechanical， 像是买了一张随时都能重温经典的电影票，还能天天戴在手上炫耀。这只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经典设计永远不会退流行。第7名 ，Dior Tudor Black Bay 58。进入第7名，我们迎来了性价比之王Dior Black Bay 58，价格约$4000。虽然是劳力士的亲弟弟品牌，但这只表早已靠实力站稳自己的江湖地位。Black Bay 58是一款充满复古风情的潜水表，以1958年帝舵推出的第一款潜水表为灵感打造。表径39毫米，厚度仅11.9毫米。这样的尺寸不仅让它佩戴起来极为舒适，更让它在众多大块头潜水表中脱颖而出，成为复古爱好者的心头好。设计上，这只表的颜值可以用耐看来形容，经典的雪花指针和金色刻度细节，搭配亚光黑色表盘与表圈，既有现代感又不失年代气息。再加上那略带复古味的铆钉钢带，或者可以选配的优质皮革和织物表带，随便怎么搭配都能给人一种既低调又讲究的感觉。性能方面 ，Black Bay 58不仅颜值在线，实力更是强劲。它搭载了帝舵自家的 MT5402机芯，精准耐用，具备70小时动力储存，让你周五晚上脱下表，周一早上还能准时带上出门。再加上200米防水的功能，无论是潜水还是日常佩戴都绰绰有余。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只表的投资价值。近年来，帝舵在钟表界的地位迅速提升，特别是 Black Bay 系列，成为很多玩家心目中高性价比腕表的代名词。二手市场上，它的保值性极高，尤其是热门配色如蓝盘或黑金款，甚至能看到溢价现象。总之，$4000能买到一只颜值高、性能强、品牌背书硬的腕表，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带着 Black Bay 58，不仅是一种身份象征，还能让你低调中透露出品味，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这款表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经典不过时，投资还靠谱。第6名，欧米茄 Omega Seamaster Diver 300M。来到第6名，就要聊聊潜水表界的明星选手欧米茄 Seamaster Diver 300M。这只表的价格在$5200。虽然听起来不是小资价位，但它的魅力和价值绝对能让人甘愿掏腰包。首先讲到这只表，不得不提一个超级大明星詹姆斯·邦德。从007黄金眼开始 ，Seamaster 就成了邦德的标配腕表。你想想啊，能在邦德手腕上撑场面的表，除了帅气还能是什么？买了这只表，你也可以边喝真奶边幻想自己在拯救世界。设计上 ，Seamaster Diver 300M 可谓经典与现代结合的完美范本。它的波浪纹表盘立体感十足，低调又不失细节，搭配陶瓷表圈和夜光刻度，整个质感直接拉满。它的指针和刻度都有夜光涂层，就算在黑暗中也能清楚看时间，感觉自己随时准备执行秘密任务。功能方面，这只表的性能更是让人挑不出毛病。300米防水，带着它去潜水完全没问题。就算不潜水，光是带着它去海边散步，都能让你自带主角光环。再加上欧米茄自产的 Coaxial 机芯，稳定又精准，防磁能力更是强到让你安心无比。买了它，你的时间比别人更准，气场也比别人更强，佩戴体验也是一流的。这只表有钢带、橡胶带多种选择，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休闲，它都能轻松驾驭。你甚至可以带着它穿潜水服去深海，
或者换一身西装在酒吧点杯马丁尼，记得是摇匀不搅拌，每个场景它都能完美融入。欧米茄品牌的知名度和历史地位就不用多说了，而 Seamaster 系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近年来，二手市场对这只表的需求也在稳步上升，尤其是特别版或者限量款，保值甚至增值都没问题。买了它，就像买了一张能随时炫耀的身份名片，拿出来绝对不输场。所以啊，$5200换一只兼具颜值、性能、历史和投资价值的表，真的不亏。带着它，你可以自信地对朋友说：“这是邦德选的表，也是我选的表。” Seamaster Diver 300M 让你每一天都像在演电影。第5名，劳力士 Rolex Oyster Perpetual。来到第5名，就是所有人听到都会哇一声的表界神话——劳力士 Rolex Oyster Perpetual， 价格在$6500左右。虽然不算劳力士的顶级款，但却是劳迷们口中的入门神表，更是劳力士的灵魂所在。先说说它的名字 Oyster Perpetual， 翻译过来就是豪士恒动。豪士指的就是劳力士的经典防水设计，表壳像豪壳一样密封严实，防水防尘超强。早在1926年，这可是开创性的技术，直接把劳力士推上了表坛王者的位置。再加上恒动，意味着它搭载的是自动上链机械机芯，你只要天天带着它，表就会靠你手腕的活动自动充能，完全不用担心时间跑偏。Oyster Perpetual 的设计简约而优雅，经典圆形表壳搭配劳力士标志性的三角坑纹表圈，怎么看都耐看。表盘的颜色选择也很丰富，从低调的黑白银到大胆的绿色、蓝色，甚至粉红色，完全满足各种审美需求。不管是年轻人想要个性，还是稳重的长辈想要大气，这只表都能完美 hold 住。而且这只表虽然是劳力士的入门款，但它的做工一点都不马虎。904L 不锈钢表壳又硬又耐刮，日常佩戴不用小心翼翼。再加上劳力士自产的 Caliber 3230机芯，不仅精准，而且还通过了瑞士天文台认证，误差小到几乎感受不到。你可以放心带着它去上班、出差，甚至登山、潜水，它都能陪你优雅地面对各种场合。投资价值呢？一句话就能概括：买劳力士不用担心亏钱。劳力士的保值性是出了名的，就算戴个几年，你转手卖掉，价格也不会差太多。如果遇上热门颜色或稀缺款式，甚至还能涨价。要知道 Oyster Perpetual 已经火到一表难求了，市场需求可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劳力士的品牌象征价值，带着这只表，你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光劳力士3个字就已经替你说了所有。朋友看到你的手腕，大概都会投来羡慕的眼神。哎，这劳力士是你的入门款？厉害哦！所以$6500买这样一只永不过时的经典腕表，不只是买表，更是买一份身份认同感。带着 Oyster Perpetual， 你的时间别人都不敢浪费。第4名 ，IWC 万国 Pilots Watch Mark XX。第4名是飞行员表的经典之作 IWC Pilots Watch Mark XX， 价格约$5200。这只表可以说是飞行员腕表界的老字号。它的设计源自2战时期的军用飞行员表，但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后，兼具复古魅力和实用性能。Mark XX 是万国 Mark 系列的最新一代，表径40毫米，厚度只有10.8毫米，戴起来轻便舒适，适合大部分手腕大小。而且它的设计依旧延续了经典的飞行员风格，大表盘阿拉伯数字时标，三角形12点钟标记，简洁又清晰，让你在任何光线条件下都能一眼看到时间，就算不是飞行员，也能感受到那种精准与可靠的魅力。这只表搭载的是 IWC 自产32111机芯，动力储存长达120小时，也就是整整5天。想想看，周一带上班，周五摘下换另一只，周末不用管它，时间依旧精准无误。谁能不爱这样的长续航性能？而且它的防水性能提升到100米，即便不是潜水表，也足够应付日常使用和偶尔的水上活动。
投资角度来看 ，IWC 的飞行员系列一直是品牌的经典标志，市场认可度极高，尤其是 Mark 系列，凭借它的历史传承和精湛工艺，保值性非常稳定。如果是喜欢经典飞行员表的玩家，这只 Mark XX 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总的来说，$5200买这样一只有颜值、有性能、有历史传承的腕表，绝对是物超所值。戴上它，你不仅是在告诉别人你有品味，还在低调炫耀自己的精准眼光。IWC Pilots Watch Mark XX 让你每一天都像在驾驶时间的座舱稳稳飞行。第3名，百年灵 Breitling Navitimer B01 Chronograph。进入前3名，终于轮到飞行员的梦中情表百年灵 Navitimer B01 Chronograph。这只表价格约$8600，绝对是飞行表中的顶级代表，同时也兼具复杂功能与优雅外形的完美结合。Navitimer 是什么来头？早在1952年问世时，它就为飞行员带来了革命性的设计。它的特色是标志性的环形飞行滑尺表圈，用来快速计算飞行数据，比如油耗、飞行时间，甚至可以算汇率。虽然现在大家用手机 App 更方便，不过不是所有人都会用，但这功能摆在那儿就已经让表迷和飞行迷为之着迷。设计方面 ，Navitimer 的外观堪称经典又独特，43毫米的大表径，刻度清晰的计时盘布局，加上精美的太阳纹表盘以及细腻的抛光表壳，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飞行仪表的专业感和机械美学的精髓。表盘颜色有多种选择，比如深蓝、黑金、银白，每一种都能让人一眼沦陷。它搭载的是百年灵自家的 B01 自动计时机芯，这款机芯可是瑞士制表界的明星产品，精准可靠，动力储存达70小时，再加上瑞士天文台认证，确保每一秒都经得起考验。此外，它的30米防水虽然不适合深潜，但日常佩戴绰绰有余。再说了，这么一只高颜值的腕表，更多时候是用来显摆，而不是拿去泡水了。Navitimer 系列不仅是百年灵的代表作，更是飞行表的历史象征。它几乎出现在每一本腕表收藏推荐清单里。在二手市场上 ，Navitimer 的保值性和流通性都非常高，尤其是搭载 B01 机芯的现代款，既有实用价值，又是收藏界的硬通货。总结一下，$8600买这只充满历史与机械美感的腕表，不仅让你多了一件彰显个性的配饰，更能感受到属于飞行时代的浪漫与自由。带着 Navitimer B01 Chronograph， 你不是飞行员，也能拥有俯瞰时间的气场。它让你的人生每一秒都像在高空翱翔般精彩。第2名 ，IB Audemars Piguet Royal Oak。来到了第2名，这只表简直是奢华界的天花板。IB Audemars Piguet Royal Oak， 价格大概$2万左右，你没看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年经典。可能有人会想，$2万一块表，这是什么概念？简单来说，它就是你腰包吃土的最佳理由。带上它，你的钱包直接转型成地铁票价。Royal Oak 的设计一看就不一般。首先，它的八角形表圈和螺丝钉设计简直是腕表界的革命性设计。1960年代，艾比大胆打破传统，推出了这款表，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被誉为钢铁表中的黄金典范。这种打破常规的设计，可能在当时让很多人看不懂，但现在无数表迷都为之疯狂。戴上它，整个人气质直接提升一个档次，甚至可能让你在等捷运时也能吸引到路人的目光。这款 Royal Oak 有着41毫米的表径，表盘设计既简约又精致 ，Tapisserie 销纹就是那种格子纹，让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要是仔细看看，表盘的细节和每个小小的切割面，几乎都是完美无瑕，简直像是艺术品。这款表不仅外观超级吸睛，连机芯也是超高水准，搭载 Audemars Piguet 自产机芯，精准的跟你手表上的时间一样，不容错过。再来说说佩戴感受 ，Royal Oak 的表链设计非常独特，每个链接处都经过精雕细琢，戴起来超有质感，简直是贴合你手腕的豪华丝带。有时候戴上这只表，光是走路的姿态都自带王者气场。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连老板都忍不住投来敬畏的目光。简单说 ，Audemars Piguet 这个品牌就是奢华腕表的代名词。Royal Oak 作为它的代表作，永远都是腕表市场的宠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二手市场上更是供不应求。买它等于是买了一块移动的艺术品，未来转手的时候不仅不怕亏，还可能赚钱，真的是买表界的稳赚不赔。所以2万美金用来买这只 Royal Oak， 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价格问题。你想想看，戴上一块这样的表，瞬间让你从路人变成行走的珠宝，穿什么衣服都能变得超有范。你值得拥有这只表，因为它不只是一块表，它代表着一种无可取代的品味和地位。第1名，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Nautilus 5711。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第1名，这只表简直是所有表迷梦中的神仙表。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Nautilus 5711。价格嘛，刚推出时官方价格大概在3万美金左右。听好了，这是官方起步价，这个价格现在2025年根本买不到。但这个价格可不是空穴来风，每一块都像是财富的象征，穿上它，你的时间就直接升值了。这款 Nautilus 5711不仅是百达翡丽的经典代表作，甚至被视为现代奢华腕表的标杆。它的外形设计由著名设计师杰拉尔杰塔 Gerald Genta 设计，表壳的八角形造型与传统圆形表壳完全不同，看起来既有力量感又不失优雅。表盘采用独特的渐变蓝色，光是看着它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光芒，就让人觉得自己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尺寸方面 ，Nautilus 5711的40毫米表径对大部分手腕来说是非常适合的。简洁的3针设计搭配 Patek Philippe 自家机芯，精准度和稳定性完全不用担心。这款表更有一项绝佳特点，那就是超高的防水性能。虽然它并不是专门的潜水表，但120米防水的标准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用担心脏水、雨水，甚至偶尔的小泳池挑战。说到 Nautilus 5711的机芯，那真的是不容小觑。它搭载了 Patek Philippe 自产的 Caliber 324SC 机芯，性能稳定且精确，动力储存达45小时，而且是超高工艺的产物，每一块都可以称得上是工艺艺术。带着它，你就像是佩戴了一块历史与创新结合的传奇，每个细节都充满了大师级的工匠精神。Nautilus 5711已经成为了腕表界的收藏级别神表，不仅在品牌影响力上无可比拟，而且它的保值性、增值性也是其他腕表无法比拟的。很多高端表迷甚至会把它当作财富传承的象征，因为这款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奢华和稀有性，更体现在它的历史地位上。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Nautilus 5711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已经一路飙升，是所有表迷心中最具投资价值的腕表之一。总结来说，当初3万美金投资一块 Patek Philippe Nautilus 5711，你不仅在拥有一块表，你是在拥有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传承。它不仅是你身份的象征，对比现在的二手价，也是你眼光的证明。戴上它，你从此就是那个走在时间前端的人。以上就是2025年10大最有投资价值的腕表推荐。买表当然不是说要买贵，而是买的聪明，买的开心。你最想投资哪一只？欢迎留言告诉我，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小铃铛哦。我们下集见。最值得关注的手表。各位爱表的兄弟姐妹们，欢迎来到世界冷知识。哎呀，2025年到了，时间真的跑得比高铁还快。但讲到时间这件事，你手上的表是不是也该跟上潮流了？今年的腕表界可以说是精彩绝伦，各种新梗新花招，让你边流口水边喊：这钱包受得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2025年10大值得关注的腕表趋势。话先讲在前头，这些趋势不但新潮，还让你忍不住想摸摸卡上的余额。哈哈，准备好了吗？记得订阅，咱们直接开讲。第一，绿色风潮继续吹。去年绿色表盘多夯，你一定还记得吧？什么祖母绿、森林绿，甚至橄榄绿，根本是手表界的绿巨人，霸占了整个市场。但你以为今年绿潮会退烧吗？错了，
它不止没退，还绿得更有层次，更有创意，连荧光绿和酸苹果绿都登场了。搞不好明年连抹茶绿都会抢进来，喝茶的同时还能配表，超搭。讲到今年绿色腕表的明星款，劳力士的绿水鬼肯定还是经典中的经典，永远抢不到。再来像欧米茄的 Seamaster Aqua Terra 森林绿，低调中带点高级感，穿西装戴它瞬间多一分贵气。还有浪琴 Spirit Zulu Time 绿盘，对，就是那个双时区的，带着它不管飞到哪儿都能清楚知道时间，手表绿到位，旅程超到位。当然绿色也不只属于贵价表了，平价的也有像天梭 PRX 绿盘，这个系列去年火到爆炸，今年推出绿盘版本，价格亲民又百搭，买一只根本没有心理负担。所以今年不管预算多少，总有一只绿表适合你。但提醒一下，戴绿表的前提是你钱包真的要够干净，因为买得起可能是重点，但抢不抢得到才是关键。第二，小表镜复兴。前几年流行的那些大块头手表吗？动不动就是44毫米、46毫米，感觉戴上去就是我手腕超有肌肉的那种霸气风格。不过今年的趋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小表镜复兴。现在的手表越做越小，36毫米甚至34毫米的小表盘悄悄爬回了潮流顶端，你戴上去不但显得更优雅，还多了一股复古又文艺的气质。有人甚至说，小表镜才是真正考验一个品牌的设计功力，面积少了，细节更要到位。今年小表镜代表作首推劳力士 Oyster Perpetual 36，绝对经典款，男女通吃，轻巧又好看。还有欧米茄的 Daville Pristine 34毫米，那简约的盘面设计，戴上去感觉瞬间变成优雅绅士或知性小姐。再来是积家 Reversal Classic Small， 经典翻转表壳加上迷你尺寸，戴着它感觉你就是穿越回了上世纪欧洲咖啡馆里的浪漫人士。预算没那么高也没问题，像天梭 PRX 35毫米这种平价表款也是今年的热门之选，小巧精致又超级百搭，随便穿个 T 恤都能驾驭。有些人会担心，哎呀，我手腕粗，戴小表会不会看起来怪怪的？放心，小表镜的好处就是设计得当的话，修饰手腕的能力绝对一流。再说现在流行的不是戴大表秀霸气，而是戴小表秀品味，你说谁不想当个有品味的人呢？第三，复古造型。哎呀，复古风每年都在卷，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各大品牌简直把复古造型玩出花了。庞佛跑去翻了家里的时光机，从上世纪60、70年代拉了一堆设计回来。复古表现在流行什么？重点就2个字：情怀。戴上去不仅是带时间，根本是带故事。今年复古造型最有代表性的，像浪琴的 Heritage Classic 系列，那复古小三针的设计，优雅的让人忍不住多看2眼，戴上去直接像从黑白老电影里走出来的主角。还有欧米茄的 Speedmaster 57，经典中的经典，这次用更薄的设计和复古感十足的细节，满足了无数太空迷的梦。再来不得不提积家的 Polar Estate， 那60年代潜水表的灵感加上复古旋转内圈设计，既有现代技术，又保留了当年的味道，真的超迷人。更特别的是，很多品牌甚至连表带都用上了复古皮革或米兰编织钢带，让整只表充满怀旧氛围。当然预算平易近人的选择也不少，像天梭的 Heritage Visual Date， 那弧形玻璃表镜和复古字形的日期窗口，简直是经典复古表款的代表。而精工的 Prestige Style 60S 系列，价格亲民但设计完全在线，戴上去根本看不出来只花了一点点钱。复古造型的魅力就在于它有一种不可复制的时代感，你戴着它，不管是搭配休闲装还是西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古优雅。甚至可能有人跑过来问你，哎，这只表是你爷爷留给你的吗？你就可以得意地回一句，不是了，这是今年的新款，懂不懂潮流？复古的潮流年年有，但今年真的特别热。各位，如果你也是情怀控，记得赶快挑一只有故事的复古表，说不定还能趁机跟朋友大聊特聊它的历史背景哦。第四，钛金属手表。现在流行一句话，轻的不像话才是时尚。2025年的手表界，钛金属绝对是当红炸子鸡。这种材质不仅轻到让你怀疑手上是不是没戴表，还超耐操，刮不坏，摔不烂。就算每天当工作手表狂用，它还是跟新的一样。
为什么钛金属突然爆红？很简单啊，谁不想要手腕轻松一点？尤其是以前那些不锈钢表，戴久了手腕累得跟举重一样。现在有了钛金属，戴一整天都不会有手腕压力症候群。而且更厉害的是，它还防过敏。对金属过敏的朋友们，钛表绝对是你的福音。今年钛金属手表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从高端到平价选择一堆。像是欧米家的 Seamaster 300M 钛金属版，不但轻还防水，潜水爱好者的梦想表款。再来是100年龄的 Avenger Hurricane， 用钛金属做的又大又霸气，但戴上去却一点都不重，分分钟让你变身硬派冒险家。还有超级炫的沛纳海 Submersible 钛合金款，它那工业感十足的外观加上轻量化的设计，根本就是军表控的最爱。如果预算有限，平价品牌也有钛金属选择，像精工的 Perspex Diver 钛金属系列，高性价比又耐操，非常适合日常通勤或户外活动。还有天梭的 PRX 钛金属版，用经典设计结合轻巧材质，带着上班出游两相宜，完全不怕撞表。钛金属手表除了轻，还自带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戴出去不像金表那样炫，但懂表的人看一眼就知道你很有眼光。第5，个性化定制。你有没有想过，手表除了看时间，还可以完全展现你的个性？2025年，个性化定制已经不再只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变成一股潮流。今年很多品牌都开始搞这种你说了算的玩法，直接让你变成腕表设计师。现在的手表不只是买来戴，更是买来玩。你可以自由选择表盘颜色、指针样式、刻度字体，甚至连表带材质都可以客制化。最有趣的是，很多品牌还提供刻字服务，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做幼名，甚至是某些心情话刻在表背上，比如永远准时，或是老板我今天有点忙。带着它每天都像带了一个专属护身符。说到代表作，像是劳力士的定制款服务，虽然贵得让人抖，但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根本就是戴钱在手上的最佳写照。再来是沛纳海的定制表带，随便挑个颜色或材质，都能瞬间让手表变得超有个性。而泰格豪雅 Tag Heuer 的 Connected 智能表，你甚至可以自定义表盘界面设计，科技与个性兼备，现代感十足。预算不高也没问题，像丹尼尔惠灵顿 Daniel Wellington， 你可以自由组合表带和表盘颜色，价格亲民又不失个性。还有精工的创意定制系列，让你能以合理的价格定制一只完全属于自己的机械表，超级贴心。最让人感动的是，这股个性化风潮不只是追求好看，更是一种态度，告诉全世界我不随波逐流，这表就是我的 style。 所以啊，如果你也想在朋友的手表堆里鹤立鸡群，今年一定要来玩个性化定制，说不定还能设计出一只你的梦想表哦。第6，智能与机械的混搭。你有没有觉得智能表和机械表好像从来就不合群？智能表，我有科技；机械表，我有历史。但2025年，终于有人打破这个界限，开始搞智能与机械的混搭。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两者竟然能完美融合，科技和传统的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手表体验。你可能会想，智能表和机械表不就完全不一样吗？怎么可能搭配？其实啊，现代的腕表设计师可聪明了，他们不仅保留了机械表的经典外观，还在里面加入了智能功能，让你在享受传统表盘美学的同时，也能轻松掌握现代科技，简直就是传统与未来的完美结合。比如机家的 Master Control Memovox， 这款表不仅有经典的机械表外观，居然还加入了智能功能，可以同步手机提醒重要事项。再来是卡西欧的 G-Shock Move， 虽然是运动型智能表，但它保留了经典 G-Shock 的外形，表盘看起来像传统腕表，里面却藏着多种运动追踪、健康监测的高科技功能，让你运动时更精准掌握自己状态。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瑞士品牌 Tag Heuer 的 Connected 系列，这款表看起来超有科技感，但表面依旧是经典的机械设计。它融合了智能表的所有功能，还能同步手机提醒、追踪健康数据，真正做到了走在科技前沿，身上却带着经典的魅力。这股趋势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仅能体验到智能表带来的便利，还能享受机械表的质感与魅力。而且智能和机械的结合，让手表不再只是看时间，更是一个智能小助手，随时为你提供健康管理、行程安排，
甚至是运动监控，绝对是你生活中的全能型选手。第7，多功能潜水表。2025年，潜水表的硬派不只是下水才用，现在的潜水表不但能陪你潜入海底，连爬山、冲浪、滑雪通通都能搞定，真的是一表走天下。说到今年的潜水表，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天梭 SeaStar 1000，这款表简直就是潜水表的多功能冠军。它拥有1000米的防水深度，完全不怕深海的压力，而且它不仅适合潜水，还超适合户外运动。表盘清晰，操作方便，带着它，不管你是潜水探险还是登山健行，都能轻松应对，完全是全能型选手。当然，天梭 SeaStar 不仅仅是运动感十足，它的设计也不差，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表盘设计和精致的表壳材质，既符合专业潜水要求，又兼顾了日常佩戴的舒适感，让你无论是在海边度假，还是在都市里走街串巷，都能非常百搭。像天梭 SeaStar 1000 Powermatic 80这款搭载自动机芯的潜水表，还提供80小时动力储存，简直是运动爱好者的福音。除了天梭，像欧米茄的 Seamaster Diver 300M 这个系列的潜水表，不但潜水深，还超有技术感，设计上简直美翻了。再来是100年龄的 Super Ocean Heritage， 这款复古风潜水表更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看起来很有气质，适合所有喜欢复古风格的表迷。而且现代的潜水表不仅仅局限于外形坚固，它们还兼具了各种高科技功能，例如 GPS 定位、蓝牙连接、运动追踪等等。不管你是去潜水还是参加极限运动，它们都能提供全方位的辅助。对于喜欢各种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说，这样的多功能潜水表绝对是你的一条冒险神器。第8，实验性材质。2025年，实验性材质正式登场，不再是传统的金属、陶瓷或者皮革，现在的表壳甚至敢用钨合金、碳纤维、硅胶，甚至还可以加入太空科技材质。说白了，今年的腕表材质就像是疯狂科学家的实验室，给你从未体验过的手表风格。首先来看看碳纤维这个材质，它不仅超级轻，还比钢铁还坚硬，简直是铁人的化身。像100年龄的 Avenger Hurricane 这款碳纤维材质的表壳，轻到几乎让你忘记自己在戴表，但它的耐用性和强度却让你可以放心挑战任何极限运动，完全不怕摔。再来 IWC 的 Big Pilot's Watch 采用了钛合金和陶瓷的结合，它不仅坚硬还不重，配上超现代的外观，真的是硬汉与时尚完美融合。除了碳纤维，还有钨合金，它的硬度比钢铁高，却依然可以保持精美的表面，完全不会被刮花。像汉密尔顿的 Khaki Field 系列结合了钨合金材质，给你坚固的同时又不失独特的设计感，就算生活中有点小摩擦，它也能始终如一的光滑如新。再说到硅胶，这是今年刚刚进入表圈的材质，大家想象一下那种运动型表带，用起来超舒服，轻盈又有弹性，戴久了根本没有负担。像 Garmin 的 Phoenix 7这款智能运动表，硅胶表带配合超强的 GPS 功能，完全是户外运动的好伙伴。而且硅胶还非常耐磨，极限运动也不怕被磨损。不仅如此，今年的表圈和表面也有创新应用，纳米涂层技术。这款涂层能让表面更加耐刮耐磨，甚至能抗紫外线，让你在强光下佩戴时，表面永远保持原始的光泽，简直是外观与功能并存。2025年的实验性材质，让每一只表都变成了科技与美学的结合体。你再也不用担心手表的表壳被刮花、变色，甚至变重的问题。现在，越是创新的材质，越能展现你对时尚和科技的敏锐嗅觉。第9，迷你限量款。我们说到手表，通常都是想要一只大气、引人注目的款式，对吧？但2025年，迷你限量款这股潮流突然间悄悄地闯入了手表界，让所有人都惊讶。小巧的腕表也能这么有魅力，想要与众不同，又不想戴上去显得太过张扬，那就该看看这些迷你限量款。迷你限量款就是把手表做得特别小巧，却又带有独特的设计感和珍贵的限量元素，给你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感觉。你看，传统的大表盘虽然气派，但戴久了好像就成了街头随便能见到的款式。而这些迷你表的优势就来了，表盘小，设计感十足，佩戴起来精致又显得特别，给人一种独特但不张扬的感觉，简直就是腕表界的隐形富豪。
宝格丽 Bulgari 的 Serpenti Tobogaz Mini， 这款迷你限量款简直是腕表界的珠宝。它的蛇形表带设计看起来充满了女性的优雅和力量，配上小巧的表盘，不仅有品味，还很独特。再来看江诗丹顿 Vacheron Constantin 的 Historics Ultra Fine 1955，这款超薄迷你限量版，不仅手感极佳，而且搭载了精密的机械机芯，完美融合了经典与现代。它的尺寸小巧，却又非常珍贵，戴上去绝对让你成为所有人的焦点，但又不会过于招摇。如果你更偏好运动风的迷你表，瑞士品牌的 Longines Mini Flagship 系列也是今年迷你款中的佼佼者。这款表尽管表盘小巧，但非常经典，简直是复古迷你风格的代表，非常适合日常佩戴，既不抢眼却又别具一格。这些迷你限量款除了外观精致，最大亮点就在于限量发售，每一只手表都是限量生产的，意味着你戴上的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的腕表，而是某个品牌的稀世珍品，这让整个佩戴体验变得更加珍贵，也让你感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就像是一个隐藏版的奢华标志，只有少数懂得的人才能发现你的独到品味。如果你也想尝试一款低调奢华的小巧腕表，又不喜欢大表盘的高调，那么迷你限量款绝对能让你在腕表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而且随着限量款的推出，未来这些小巧的腕表可能还会成为收藏的热点，绝对是值得一试的收藏佳品。第10，性价比腕表崛起。你知道吗？现在不再只有贵族腕表才能称霸市场。2025年，性价比腕表彻底崛起，变成了大众手表的新宠。想要有个腕表，但又不想卖肾换表，别担心，性价比高的好表才是现在的主流。大家是不是对一些名牌表有点望而却步？是啊，动不动就上百万，连看一眼都怕被人误会成暴发户。但在2025年，性价比腕表让你轻松拥有高级感，又不至于让钱包痛到怀疑人生。这些表款虽然价格亲民，但设计质量丝毫不打折，完全可以满足你对时尚与实用的双重需求。比如精工的 Prestige 系列，看起来高端大气，搭载的是自家机芯，性价比超高，表面看上去一点不逊色于那些动辄10几万的名表，售价却只有几千块，有钱也可以不用乱花，对吧？再来是美度 Mido 的 Commander Big Date， 这一款表不仅外形简洁又有现代感，还具备很强的防水性能，完美适合日常佩戴，而且超耐用，价格比你想象的还要友好。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卡西欧的 G-Shock 系列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功能丰富，防水耐撞，造型酷炫，而且价格完全不毁三观。戴上它，你既能在办公室秀出自己的时尚感，又能在户外运动中完全不担心它受伤，性价比简直高到让人笑不出来。这些性价比腕表虽然价格厚道，但设计和功能一点不马虎。你想要经典复古的，像天梭的 LE Loco 系列；你想要酷炫现代的，像浪琴的 Conquest VHP；你想要运动型的，像雪铁纳 Certina 的 DS Action Diver。无论你是哪种风格，都能找到一款性价比爆棚的手表。简而言之，性价比腕表不仅让你在不破产的情况下拥有高颜值的实际，还能让你带着它出门，完全不怕被别人笑话。2025年，手表不再是富贵的代名词，而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块物超所值，看着就让人想多看一眼的腕表。如果你还没入手一只性价比腕表，那可真的是 out 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你最期待哪一个趋势呢？留言告诉我，别忘了按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们下次见，拜。冠军冷门表。各位表友啊，今天这支影片很不一样哦。我们不聊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力士、欧米茄，改聊聊一些隐形冠军品牌。这些表牌可能你听过，但没仔细研究过，也可能你连名字都觉得陌生，但他们的故事超精彩，绝对值得你认识。在还没开始前，我恭贺大家蛇年快乐，蛇在脸上，青春美丽。开个玩笑，来准备好你的奶茶，记得订阅，咱们开始喽。第一 Nomos Glashütte。 你以为德国只会造车？人家做表也是一把罩啦。来哦，咱们先聊聊 Nomos Glashütte，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德国香肠，对吧？其实人家是德国出品的腕表界清流。你知道德国人多爱整齐划一，他们的表也是一样的风格，干净利落，
简直像北欧风家具戴在手上。Nomos 设计就像德国人讲话一样，不啰嗦，不花俏，超级极简派。可是你别被它那朴实无华的外表骗了哦，它的机芯可是100%德国原装，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这种诚意根本是表界的工艺宅男，专一又认真。重点来了，价格也没吓死人，算是小资族也买得起的高质感选择。戴在手上你会有种我的品味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懂的人秒懂，不懂的人看你戴这牌子可能还会问这是啥牌子啊，你就可以骄傲地回 Nomos 高端德国货，你可能还没听过。第二 Grand Seiko。第二个重头戏要介绍 Grand Seiko， 这可是日系腕表界的神主牌。简单说，这牌子就是低调中的战斗机。很多人一听到 Seiko 就直接联想到平价日表，心里还想着这是71有卖的那种吗？ No Grand Seiko 可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 Seiko 家族里的天花板，机芯工艺之强，连瑞士大哥都要点头称赞的那种。它最厉害的招牌是那个 Spring Drive 机芯，准到让你以为是 NASA 造的，一年误差可能比你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的找零都小。而且他家的表盘设计很有日本味，有什么雪花盘、白画盘，看起来就像一幅缩小的风景画戴在手上，艺术感直接爆表。还有一点，日本职人的坚持真的让人服气，光是表壳和指针的打磨技术，就让人怀疑这些师傅是不是每天拿显微镜在雕东西。他们的表反光那个细腻度，你看了可能会想照来当镜子补妆。重点是 Grand Seiko 虽然在技术和设计上都高水准，但价格比起同等级的瑞士表还算友善，说它是良心奢华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说懂表的人一定要知道 Grand Seiko， 这不是单纯的手表，这是穿在手上的工艺品啊。第三 Oris。 讲到 Oris 这品牌就很有意思，它的 slogan 是 Real Watches for Real People， 翻成台湾话就是这表就是给正常人戴的。你说这接地气不接地气？ Oris 是地道的瑞士品牌，但它不像其他瑞士表一样走那种高冷贵族风，它比较像是隔壁巷口那个热心又实在的阿伯，东西不但好还特别亲民。它主打的就是机械表，而且从来不搞什么石英机芯，感觉就像坚持卖古早味卤肉饭的大厨，老派但有灵魂。它最让人喜欢的是他家有很多超有意义的系列，像什么海洋限量款啊，就海龟的啊，买一只表还可以顺便支持环保，这操作怎么不让人爱呢？而且人家不是说说而已，真的有捐款去保护海洋生态哦。再来就是它的设计简单耐看，重点还不容易过时，像是 Aquis 潜水表系列，带出去就是一种我很专业的气势。还有 Big Crown 飞行员系列，那个大号表冠真的是标志性设计，复古味直接拉满。价格部分嘛，当然不像平价品牌那么便宜，但也不像那些贵到让人想卖肾的瑞士表。总之 Oris 就是那种买了绝对不后悔还有良心价的好选择，特别适合那些想买一只机械表来犒赏自己的朋友。第四 Web C Ball。 来咯，现在轮到波尔 Web C Ball， 这个品牌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某个搞科学的外国人？也是在最耐用表这一期影片中观众提到的品牌，有兴趣的可以到那里观看。还有我有一个小要求，那位观众可以到评论区报道吗？我们回来，其实波尔 Web C Ball 是美国腕表界的传奇人物兼品牌，还跟铁路有着不解之缘。话说19世纪美国铁路发展的飞快，但因为列车时间对不上，发生过不少撞车意外，波尔就出手改变了这一切。他设计了一套超准的时间标准系统，还把这概念带进了手表里，直接拯救了铁路工人的生命，硬是把准时变成一种信仰。波尔的表主打耐用又精准，外形走的是硬派复古风，整个设计充满工业时代的粗犷美感，像是他们的 Trainmaster 和 Engineer 系列，名字就超有铁路味。它的机芯部分还采用了陶瓷加工制作，结构上防磁防震，戴上去仿佛自己是当年的火车司机一样，帅得很有历史感。而且他们的品质真的不马虎，尤其在美国国内，这牌子可是象征可靠的代名词。重点是价格也没那么天花板，虽然这表的品牌有点冷门，但懂表的人一定懂这个品牌，买了它让你感觉自己是买到一段美国铁路的历史传奇，而不是只是买个表。总之，如果你想要一直有故事有灵魂还带着铁路精神的腕表， Web C Ball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第五 Longines。
这牌子在台湾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听过，感觉去百货公司走一圈就会看到它的柜位。很多人说 Longines 是入门瑞士表，但拜托，它可是有190多年历史的老牌哦，不是只有便宜这么简单了。Longines 最厉害的是啥你知道吗？它的优雅牌打得超稳，他们家的表戴上去，就算你穿拖鞋短裤，也会有种自己是欧洲贵族的错觉，走路都不自觉想挺胸抬头那种。而且他家特别爱出复古风系列，像什么 Heritage 经典复刻，那设计简直是有手就爱。而且 Longines 还是运动赛事的好朋友，从马术到滑雪，几乎各种高级运动场合都有它的身影，这就让它多了一点运动奢华的味道。戴上去不仅优雅，还能顺便透露出一种我很会运动，但我低调的感觉。重点是它的价格真的很讨喜啦，不会让你心痛到连饭都吃不下。送礼也好，自己戴也好， Longines 都是那种买了不会后悔的选择。特别推荐给那些想要一直有质感但又不想花天价的朋友， Longines 就是你最好的小确幸啦。第6 Mido。 来哦， Mido 这个牌子可说是平价中的战斗机， CP 值高到让人怀疑它是不是故意在跟其他瑞士表尬场的。你知道 Mido 这名字其实是从西班牙文的 Yo Mido 来的，意思是我测量。哇，听起来就很专业对吧？果然是瑞士人取的名字，感觉就有一股工匠魂在里面。他家的设计走的是实用又耐看的路线，没有太多浮夸的装饰，却低调中带着一点精致感，带出去就是那种我很懂但我不炫耀的风格。而且它的几个系列真的是又经典又好用，像 Commander 和 Ocean Star， 一个是复古都会风，一个是帅气潜水风，简直是上班日跟周末日的完美搭档。更厉害的是 Mido 的表虽然价格亲民，但里面的机芯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搭载 Powermatic 80那种能撑80小时动力储存的，完全不输那些贵到让人肉痛的高端品牌。你带着 Mido 不仅不怕忘记上发条，还有一种便宜也能很专业的自信感。重点来了， Mido 的价格真的超有感，特别适合预算有限但又不想随便乱买表的朋友。它不仅是入门瑞士表的好选择，更是那种买了之后会忍不住推荐给朋友的好物。所以啦，如果你还没考虑过 Mido， 现在该把它放进你的清单咯。第7 Tudor。 来，接下来是 Tudor。 这个牌子啊，简单讲就是劳力士的亲弟弟，但千万不要觉得它是靠哥哥光环在混饭吃的， Tudor 可是有自己的实力和魅力的。 Tudor 最早是劳力士的创办人汉斯·威尔斯多夫 Hans Wilsdorf 推出的，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个比劳力士便宜的腕表，但一样可靠耐用的品牌。可以说 Tudor 就是那种家里哥哥开法拉利，弟弟开奥迪的概念，有血缘但风格各异。他家的设计走的是硬派又实用的路线，像 Black Bay 系列，哇，帅到爆炸！特别是那个经典的雪花指针，辨识度超高，戴出去就是一种我低调奢华又懂品味的感觉。而且它的潜水表性能也超厉害，专业潜水员都对它爱不释手，让人一看就想背着氧气瓶跳进水里。更棒的是 Tudor 的价格比劳力士亲切太多，但质感一点也不输。同样是瑞士制造，它等于给了更多人一个进入高端腕表世界的友善大门。而且它的品牌形象超酷，连它的广告都是走那种骑机车戴墨镜的型男路线，完全吸引一票喜欢帅气风格的表迷。所以啦， Tudor 就是那种不想跟人家撞劳力士，但又想要高端质感的完美选择。你戴 Tudor 不只是在戴一只表，更像是在戴一种生活态度。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你也不用多解释，自己爽就好。第8 Bell & Ross。 这一支要介绍的是 Bell 与 Ross。 这个品牌一出场就很有话题性，因为它的表盘设计真的是标新立异，看过一次就忘不了。Bell 与 Ross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表盘形状方形。是的，你没听错，它的很多经典款都是方形的，简直像是把飞机的仪表板搬到手腕上。这样的设计，敢不敢说自己不特别？哈哈，戴上去你就像是穿着飞行员制服一样，瞬间高大上，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能驾驶战机的专业人士。而且 Bell 与 Ross 的品牌背景可是相当硬核，人家最一开始是专门为军方航天员和专业人士设计表的，所以它的每一款表都有一种硬派军人气质。像他们的 B201 系列就像是飞行员用的仪表盘，功能性超强，设计也不妥协，简直就是专业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更有意思的是 ，Bell 与 Ross 的表款不仅有军事感，还融入了一些现代科技元素，像是他们的 B203系列，表面材质强韧，还有夜光效果，完全就是高科技加怀旧感的混合体。戴上去不仅帅，还能在夜晚成为街头最亮的星。重点是，虽然它的设计很独特，但其实价格上还算亲民，不会让你觉得哦，我买了这只表就得卖掉我的房子。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些不一样的设计，又不想让人跟你撞表，Bell 与 Ross 绝对是你的绝佳选择。第9 Jungens， 这可是德国腕表界的一颗隐藏宝石。说到 Jungens， 你可能会想，听起来有点陌生诶。没错，它不像其他瑞士大牌那么有名，但却是有着深厚历史和设计底蕴的品牌。讲到它，真正懂表的人绝对会点头称赞。Jungens 这个牌子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Max Bill 系列，这个系列简直是极简主义的代表。设计师 Max Bill 的名字都已经和这款表绑在一起了。这款表的风格超干净，表盘简单到让你会想，这到底是不是一只表？但就是这样的设计，给人一种极简才是真理的感觉。别看它简单，这些表的工艺和精准度绝对是能让你惊艳的。说到设计 ，Jungens 的设计很有德国特色，讲求的是理性与功能性的结合。他家的表就像是精密的机械艺术品，戴上去你会有一种我不需要华丽的装饰，实用才是王道的感觉。而且虽然它的品牌并不像 Rolex 那样大名鼎鼎，但 Jungens 可是一直坚持自家制造机芯，这样的品质保障让人心安。它也常常推出限量版或特别版。对于那些喜欢低调而有品味的表迷来说，这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重点是 Jungens 的价格相对亲民，对比其他德国高端品牌，这可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所以，如果你喜欢极简设计，并且对品质有高要求，但又不想破产， Jungens 完全值得你考虑。第10 Parmigiani Fleurier。最后来介绍一下 Parmigiani Fleurier， 这个名字听起来超有贵族感，对吧？事实上，这真的是一个超高端的瑞士奢华腕表品牌。简单来说，它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品牌，低调但无敌奢华。Parmigiani Fleurier 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手工艺，每一只表几乎都是工匠们精心制作，细节精细到让你不敢相信是用手做的。它的表盘设计也是古典且奢华，有种让人感觉这才是腕表的艺术的美感。而且他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只表都像是量身定做，总会有一些独特的元素，让你觉得自己戴的不是一只普通的表，而是一个传世之作。说到它的机芯 Parmigiani Fleurier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他家有些款式是搭载自己制作的 PF 机芯，不仅稳定性强，还充满了瑞士钟表界的传统工艺。这种机芯说白了就是你给我时间，我给你无限准确。这么说吧，如果你戴上 Parmigiani Fleurier， 瞬间就能感觉到自己像是表界的贵族，整个气质直接拉满。当然，价格部分你也可以想象得到，这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平价腕表。它的定位是那种超高端的奢华选择，专为有钱又懂表的人设计。如果你是腕表收藏爱好者，或者是追求独特与艺术感的朋友， Parmigiani Fleurier 绝对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总之 Parmigiani Fleurier 就像是一只奢华的艺术品，戴上它不仅是拥有一只表，更像是拥有了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个故事。如果你不介意为了这份顶级工艺支付昂贵价格，那么这无疑是你人生中的奢华之选。看完这10个隐形冠军品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腕表知识瞬间加100分？这些牌子虽然不像劳力士那样招摇，但每一个都很有特色，也很有故事。如果你正好想买表或纯粹想了解，记得多看看它们，搞不好下一个表柜里的宝藏就在这里面哦。影片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订阅，分享给那些只知道劳力士的朋友。咱们下支影片见喽！影片的最后是我猜你们会喜欢的影片，记得打开看看，还有别忘了订阅加点赞，我们下期见。